宫下台，这里住的是什么人？什么人不重要，一律给我格杀勿论！哎，过来！你有什么资格赶我出去？为了这个女人，欺骗我、利用我、伤害我、羞辱我，你现在还要赶我出去？今天我可以出去，但是我要带你们两个一起走。你竟然拿枪指着我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琉璃子，看见了吗？让我们纠缠了那么久，为之疯狂的臭男人！我只不过试了他一下，什么都让我试出来了。看到了吗？今天的我，也是明天的你。开枪了！欧阳彻，杀了我！开枪啊！开枪！不要！下！下！坚持住！我肚子疼，走。琉璃子，你居然还没有死！说，你究竟是谁？井上千寒，你是井上将军的女儿。你是我的杀父仇人。
任何阻止帝国扩张的人，他们都该死，包括你。夏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爱琉璃子，同时我也……不要说了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告诉我们的孩子啊！谢谢你，送夏回来。他孩子没有保住，精神也不好，你们要当心，不要刺激他。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刚才夏人进来通报的时候，我还有点不相信呢。等他醒过来，他会告诉你们的。我走了。喂，不进去坐会儿？琉璃子，你不觉得那天的事情很蹊跷吗？为什么不冷静下来，跟我们一起找到事情的真相呢？不需要。即使事情的真相再出人意料，我和他之间的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当一个人心中的天平无法再平衡，自然就会偏向更重的那一方。他既然已经做了决定，我也一样。你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，还有坎坷，现在放弃，不觉得可惜吗？不觉得。车死了，怎么死的？他死了，孩子也没有了，一定是老天爷要惩罚我。我越是想得到的东西，他越要从我身边拿走。余夏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现在，把你所有知道的说出来。从你为了救爱迪生去见青眼博士那天起，彻就安排他手下近30个人轮流跟踪你。那段时间，
他掌握你很多情况，于是彻请求我帮他一个忙。他要设一个局，彻底让你和琉璃子决裂的局。什么局？破坏他们之间的信任。他放出消息，让老艾知道我在哪儿。其实我只是注射了吗啡之后，躺在他事先布置好的房间。他先后引了野村和你们到了那栋建筑。依照大家对野村的了解，自然会联想到我被他凌辱，被迫注射了毒品。东出于自责，一定会亲自照顾我，帮我戒毒。欧阳彻这个混蛋，连人的同情心都利用了。彻他自己就趁着这段时间，去寿山梅园看望琉璃子，重修跟他的感情。终于，密码本也到手了。他知道我们很快就要想办法，把武装侨民计划和密码本一起外送。于是，他教了我那个绝妙的集中计。利用你们不同的立场和微妙的心理，他告诉我，一旦我提出这个方法，曲风一定会支持我。只要我在关键的时候假装发病，大家都会同意，瞒着琉璃子，由东独自外送绝密资料。果然，你们每个人的反应都在他预料之中。他成功的在东和琉璃子之间筑起了一道墙，一道你们都能看得见，却谁都不会也不敢打破的墙。到了行动当天，我依照他教的再次假装发病，鲜少有照顾我经验的曲风，他们根本无法判断我的真假，只好为了找我错过与琉璃子约定的时间。而他就在琉璃子最危急的时刻出手相救，引开了追击的日军主力，又掐算着时间，把他们引到琉璃宫附近。于是，喜新为了救琉璃子，自己引爆了炸弹。琉璃子如同他预料的，把一切的后果都归结为东的隐瞒和欺骗。两人真的决裂了。枉我们自作聪明，跟日本人斗智斗勇，都远不及欧阳彻的算计。他把什么都算进去了，生谷、曲风、我们就是他的网里面的一个环扣而已。既然你们计划已经做得这么完美，告诉我彻为什么突然死了？当晚琉璃子失魂落魄的离开琉璃宫，他就找到了他，带回家去悉心照顾。而我为他放弃了所有，为了让他得到他心爱的女人，连战友和自我都抛弃了，他却连一个承诺都不愿意给我。我不甘心，我妒忌，所以我去了他家里找他。我要他给我和肚子里的孩子一个交代。可是东下来，带着黑龙会的高手潜进屋里要杀他。当时现场乱极了，他为了救我，被宫下杀了。这！鱼！
的要跟我决斗吗？你现在问这些毫无意义。今天，你我之间，只有一个人能离开这儿。为什么这么恨我？喜欣的死真的不是我的错。那也算在你的头上。这么久以来，我一直纵容你，不顾大局去报仇。现在你的仇人宫下深谷他们都死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难道你连你最爱的人都要杀吗？你真的疯了！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当我看见你抱着夏，说你爱他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要你的命。夏，驾！驾！驾！夏，驾！驾！她就是琉璃子，雅典娜女神。是的，冲光大人，我们曾经抓捕过她，并且对她执行过枪决。没想到她命这么大，居然让她给活了下来。
子，为什么不躲？为什么让我打到你？这下我的心真的碎了。为什么要寻死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让我亲手杀死你吗？你恨我恨到这种地步，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来折磨我？为什么？琉璃子现在是心胆俱裂，回天无术了。总算没有令已故的宫下大人和深谷大佐死的瞑目。既然雅典娜已经死了，这座城市就可以幸免于难。本来我们已经通知雅典娜，在今天12点以前必须得现身自首，否则我们就会屠杀大量的嫌疑犯，还有城中的百姓。是纳兰发现了他的行踪，并让我们今天赶到这里来。纳兰亲手把他给处决了。既然是亲手处决，可纳兰为什么这么悲伤的样子？这是因为琉璃子还是纳兰的结发妻子，他这样做也算是大义灭亲了。好，在我治下赏罚分明，即日起任命纳兰东为秘书处的副秘书长。嗨，我代纳兰对总领事大人表示感谢。还有，既然是纳兰的妻子，尸体就交由他来处理吧。嗨。带我回家吧，我想回家。我们回家。我们回家。到家了。到家了，真美啊！我走了以后，百姓们就能有一时的安宁。可是，他们想要永久的安宁，就要靠你。
给你一样东西。你就是雅典娜女神，能不能不要走？别哭。雅典娜是一种维持和平的精神，她会永远陪着你，永远不会走。我不舍得你走。就这样，你知道的，因为我们的信仰，这种牺牲是必然的结局。我也不舍得失去你，你不会失去我的。你记得吗？这个世界有另一个空间，在那里还是我们这些人，只是故事不一样。在那里，我们没有分开。你要好好的，你要好好的。你看，天上下雨了。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死了，我就化成一滴雨水，然后每到下雨天，你张开手，就会看见我还是落在你手心里。不是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我呀？因为你卑鄙无耻、下流、无聊。不要脸！我妹妹，我罪恶。你说，如果在游泳池的那一天，我一回头，看见的就是你，也许有另外一个空间，那个空间里面还是我们这些人，但是发生的事情不一样。先喝一杯香槟，冲冲快乐的脑神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琉璃子。纳兰东。复活了，而且还谋害了我们深谷大佐。宫下总领事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？案发2天前，深谷大佐收到一封神秘的战书，约定2日后一决生死，以了恩怨。这就说明了，凶手是早有预谋，计划好了要谋害深谷大佐。宫下总领事，为什么你就不怀疑这是深谷大佐的私人恩怨结下的仇恨，而肯定这是雅典娜的所为呢？除了雅典娜，
我看不出深谷大佐与任何人有任何恩怨。深谷大佐平日行事心狠手辣，待人不留余地。你信不信，他跟全上海的人民都结下了仇？宫下总领事，这个，欧阳的意思是说，深谷大佐他办事儿呢，果断、雷厉风行，可是，他这种个性啊，很容易得罪人。宫下大人，您看，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深谷大佐在上海滩横行无忌，滥杀无辜，早就是上海滩百姓的眼中钉、肉中刺了。一旦发现他单行，老百姓很可能会群起而攻之。所以，光凭那份战书，我根本不认同宫下总领事对案件的看法。欧阳彻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身为一名国民政府官员，我只是如实的说出对案件的看法。如果宫下总领事不满，可以给我们提供新的线索，我们可以一一考证清楚。你就不相信，我可以再次在你们广场上大开杀戒？我愿意相信，宫下总领事不会因为个人恩怨而妄动干戈。那样的话，对两国的士兵来说将会是场灾难。如果有那么一天，我欧阳彻会带着治安部队与宫下总领事你抗争到底。好，我已经下令全力缉拿雅典娜，还有那些一起参与犯案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今天的态度而后悔。欧阳彻，谁给你的权利让你说出这种大言不惭的话呀？陶市长，日本人都欺负到我们家门口了，我们再退一步，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。此消彼长，强大敌人的不是敌人，而是我们自己。我们的胆怯和懦弱，只会给他们可乘之机。你一个人啊？你一个人能力挽狂澜吗？啊！南京政府都不承认这是危机，你急有什么用啊？那也要尽我们最大努力啊！自128之后，你就没有努力过，怎么知道不可能呢？好，我不跟你说啊！哼，我现在趁日本人还没有开打，我先回去把包袱打好，我把辞呈写好，我带着家眷我到乡下去。我这里你想怎么搞你就怎么搞。想不到欧阳彻现在这么嚣张，以前在琉璃宫的时候，他见到小田秘书长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。一个人一旦拥有了大权，就会变得比较嚣张。他以为他在上海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那大人的意思是？你跑一趟黑龙会，叫他们在会里找20个高手，明天早上我有用。嗨，有话好好说，我知道你很生气很愤怒，可是余夏他也不想生这个病啊，只是他们凑巧凑到了一起了，对不对？膝盖，躲！胖子说的对，你现在冲到余夏那儿，只会让他的病情更加严重。他怎么了？他在那个时候发病，他是无意识的。你去问一个病人，能问出点什么？对，他生病了嘛，又不是不知道。要怪你就怪我们3个人没有看好他。我天天照顾他，我清楚的很，他的毒瘾已经彻底戒掉，不可能再发作了。那他这是发了什么疯？这么说，夏的病是装的，是下海琉璃子的，那就得去问问咱们的于大小姐了。
喂，昨天我明明绑住他，绑得很结实。看来是有人进来带走了余夏。他已经清醒了，如果他不愿意，没人可以带走他。总而言之，它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，也不精致，但我直觉上感觉这是你最喜欢的一样，所以我就把它买下来了。我很喜欢，谢谢。你跟着我呗。这什么道理啊？这是？你想啊，你不是跟着你们家老大吗？你们家老大都是我们家小姐的，你还能跑哪里去啊？好，那我就这么拉着你，就跑不了了。讨厌。承诺，你和我一起留下来照顾玲姐，行吗？如果小姐在的话，她也一定会这样做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一起替小姐照顾玲姐啊。你的精神比前天晚上好多了，再休息一段时间，一定会恢复之前的神采奕奕。这一阵子呢，我手头比较忙，等过一段时间，我一定带你出去散散心，好吗？好。老板，经过昨天这么一闹，宫下肯定怀恨在心，我们也要早做防范。你带另外一批人过来，把武器带上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一定要确保小姐安全。是。站住，不能进去。让开。夏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不欢迎我。当初你求我办事的时候，可不是现在这个态度。事成了，打算过河拆桥了。欧阳彻，好样的！渡边，深谷大佐，大佐，带着你的人退到5里之外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不许靠近。可这八个，这是命令。嗨，所有士兵，全部撤退！深谷大佐，很高兴你能信守约定，只身来赴约。你居然还活着，命可真大。是你约我来的？深谷大佐，不是要告诉我当年的事情吗？琉璃子，不，我该叫你千寒。你是为了替井上将军报仇，才针对请愿书上的6位官员策划了这一系列的劫杀事件。但是，清水家机关室和10号贵宾房里的东西，你要它做什么？
大佐这么肯定东西是我拿的，不然呢？机关室里的东西失窃，是在清水葬礼的当天。当时你就在现场，而且还用劫杀高桥事件引开了我们的注意力。而后百乐门被查封，能潜入10号贵宾房抢到东西的，我想除了你的雅典娜，上海滩没有人能够办得到这件事情。照这么说来，葬礼当天请你帮忙准备东西的纳兰东，一定是你得力的帮手吧？大佐也知道他的脾气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任何一个女人请他帮忙，他都会出手。不过如果他预先就知道我的身份的话，即使再喜欢我都不会和我结婚，否则怎么会在刑场上对我开枪？千寒，我劝你还是把东西交出来。你劫杀多位官员，但怎么说都是私人恩怨，我会求宫下总领事大人网开一面。但是那份东西对我大日本帝国来说非常重要，如果一旦落入中国军队的手里，后果将不堪设想，到时候你会必死无疑。大佐认为我今天来是希望总领事高抬贵手，网开一面的吗？我今天来是要讨请愿书上最后一条命。胖子，你再快一点儿！我已经够快了。你不知道，你晚1分钟，小姐就多1分钟危险。你再说，你来开。你行了，吵什么呀？一会儿还有硬仗要打，有气儿往小日本身上撒去。
八嘎！找到他，给我就地处决！喂，深谷的刀，像是被震断的。那这血到底是深谷的还是琉璃子的？赶紧回琉璃宫后门。可万一小姐还有危险，万一她还跟日本人火拼呢？那你怎么解释？现在日本人都撤走了。那万一……什么万一？我们已经错过了战斗时间，不能再错过会合时间。走，等会儿我再研究一下。哎呀！给我抓活的！我要把他带回去，我要让他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上！上！兄弟们，今天给我杀个痛快！杀！给我打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
这儿？是渡边大人让我守在这儿的，他就在附近。小姐，喜心，看看，我们仔细的找，他肯定还在附近。搜！我再问你们一次，今晚有没有人见过琉璃子？没有，琉璃子这几天都没有回来过。玲姐，说话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。真的没有。现在呢？不敢欺瞒太君，琉璃子她真的没有回来过。如果太君不信，可以到屋子里面去搜搜。哎，一直跟在你旁边的那个小姑娘去哪儿了？她出去了。出门之前，她说出去逛逛，很快就回来。那个小姑娘可够能逛的，都已经凌晨2点了，她还不回来。我告诉你，如果那个姑娘再不回来，我就只好杀了你们。也算是对死去的深谷大佐有个交代。当然了，还有琉璃子和那个姑娘，他们很快就会到下面去陪你们的。琉璃子小姐，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。渡边副官一定要赶尽杀绝吗？你的声音怎么这样？你不是琉璃子小姐。原来是你呀，小姑娘。想不到你的钢琴技艺跟琉璃子小姐一样好。如果你死在一个被你称之为小姑娘的人手里，那滋味一定很不好受吧？他手上有炸弹，带他回家。星星，小姐。星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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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陪伴就是不管你需不需要，我都在，小姐。只要你愿意，喜心愿永远都陪着你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，喜心？喜心啊，喜心啊，喜
你别过来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没有跟你商量去送情报是我的不对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我有我的理由。朱高，理由？我杀了你！你这个骗子！你为什么没有按时来跟我接应？你为什么要不跟我商量去送情报？你还自信心了？你果然永远都是选择你的任务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。请你相信我，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，你才能相信我了。你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，你还要做什么？星星都因为你而死啊！我求你，我求你了，不要那么说好吗？我们先离开这儿，找个地方好好谈一谈。达尔兰多，你口口声声说要不弃不满、简简单单的爱我，这就是你爱的结果吗？我杀了你！你根本就不爱我！我怎么会不爱你呢？你说，到底爱不爱我？我爱你啊！好，你要是爱我，就让我用我的方法解决我们之间的恩怨。一命换一命，3天之后，我等你。这百乐门就是为了救我们才给毁了的呀！你们什么时候看见的？哎，怎么都没人去救啊？我们怎么总救不了自己的英雄呢？刘林子，林静，不能进去！我是太猛，你们林静，不能进，我是太猛了，进去！不行啊，玲姐，玲姐，千万不能进去，里面实在太危险了，不能进啊！决断人群，往后救火，让他们往后退，快！撒开，大家赶快散开！不要妨碍我们执行任务！散开！快，我们走吧。林姐。